我们可能一辈子都在努力的赚钱存钱，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钱呢到底要花在哪里才能够让人生更有价值。我父亲常常跟我们说呢，钱要花在刀口上。那每个人的刀口不一样，其实真正让人后悔的往往不是钱花太多，或者是钱存的不够多，而是有些事情当时没有做，觉得很遗憾。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认为60岁之前最值得花的5个地方。如果朋友们觉得很值得花钱的地方呢，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udy， 在美国生活超过了40年，有9张的专业执照。每周六晚上美国东岸的时间8点钟呢，我会固定和大家分享最新的影片。我做这个频道是希望华人在美国少走弯路，享受生活，安心退休。如果你对这一类有关于美国生活、税务、移民、退休的影片有兴趣的，欢迎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如果你正在做退休的规划，有很多问题需要准备，例如说如何避免退休金被强制的提领，退休前必须要规划的几件事情，还有准备退休的时间关键点，还有何时提领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等等。我整理了一本退休规划电子书，里面呢把这些问题都做了系统的整理。电子书的连结就放在影片下面的资料栏里面，你可以下载电子书。第一个我认为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花钱陪伴家人。很多人努力工作呢，就是希望家人过得很好，但是也因为工作太忙了，错过了孩子成长父母变老的过程。20年前呢，我和先生带着2个还年幼的孩子呢，陪着我爸爸还有我的大姨，就是我妈妈的大姐，一起到纽约上州 Adirondack Mountains 租了一间小木屋，那打算在这边玩几天。那个时候呢，我妈妈已经过世多年了，我爸爸呢和大姨都已经快要80岁的人了。我们觉得老人家很难得还走得动，所以我们就带他们去山上走一走。那 Adirondack 是一个风景非常漂亮的地方，有森林，有湖泊，空气非常新鲜，整个小镇都让人家觉得很放松。当时爸爸走山路已经需要拿着拐杖了，每走一段路要休息一下，但是他一路上呢都很开心。因为这个地方离加拿大很近，所以呢我们还顺道去了 Toronto。 那到了 Toronto 之后呢，我们还坐了马车去逛市区，又在当地呢一个很好吃的牛排馆吃饭。我们一家人散步聊天，走乡间的小路，坐在户外呢，享受着难得的悠闲时光。那现在回想起来，那趟旅行花的钱是买了一段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回忆。那趟旅行同行的6个人呢，如今已经有3位不在人世了。如果当年我们觉得太忙太累，或者是舍不得花钱，选择以后再去的话，那这一段回忆呢就永远不会存在了。所以在我心中呢，我认为60岁最值得花的第一笔钱呢，就是花钱陪伴家人。我们可以花钱安排全家旅行，或者是帮父母完成一个心愿，或者是一起过重要的节日。我之前有个影片介绍了一本书叫 Die with Zero， 作者 Bill Perkins 就是在他生日的时候花了很多的钱筹备他的生日 party， 把亲朋好友呢都邀请到他一个最喜欢的小岛上面一起庆祝。虽然他花了很多钱，但是呢他后来想想这一段还是非常的美好，而且不可能再重新发生的回忆。有些钱以后可以再赚，那有些陪伴呢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第二个我觉得值得花钱的地方呢，就是花钱学习。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投资呢，就是投资在自己身上。学习不一定是要拿到学位，而是让自己的思维方式呢持续的成长。即便是学习一个技能，或者是培养一个爱好兴趣，这些都算是学习。当然很多人会说，我学习我不一定要花钱呢。那我这边讲的就是说，如果必须要花钱学习一门新的专业，这个钱还是非常值得的。我非常愿意花钱去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有9张执照了。那这些钱花出去之后，坦白说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些知识和技能呢，能让我生活的更加丰富，除了增长知识之外呢，还很有成就感。这些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它会一直陪着你，而且呢通常会给你带来比你之前投入的本金更高的回报。那我觉得这些知识呢，它可以改善你的生活，让你有能力帮助别人，还有开拓你的视野。第3个值得花钱的地方，我认为就是花钱去旅行。我个人觉得呢，旅行最大的收获呢，不是拍照，而是看见不同的文化和风景，接触到不同国家的人，才发现世界之大，个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因为接触到不同的文化，视野会更宽广，改变我看事情的角度。如果能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去的话呢，还可以跟他们创造了共同美好的回忆，就像我前面分享跟家人旅游的经验是一样的。同时呢，这个也是放松心情、享受生活的最好时机。
所以我旅行的时候啦，我特别不喜欢拍照，我喜欢享受当下的风景和美食。我更不喜欢在 Facebook 或者是朋友圈里面分享，因为呢，我不想浪费当下的时间拍照而错过了最美的风景。当然啦，这个是我个人的习惯，每个人对生活的体验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很多人退休之后才想旅行，后来就发现说，自己和配偶身体走不动了，父母也不在了，或者是孩子有工作有家庭，没有时间陪你，所以旅行要趁现在，说走就走。第4个值得花钱的地方呢，就是花钱买时间。时间我认为是人生最珍贵也是最公平的资产。我一直相信专业的事情呢，要交给专业的人做，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一定要把时间放在有意义或者是自己擅长的事情上面，才不会浪费生命。比如说前阵子呢，我买了很多的花回来，想种在前院，结果光是挖一个小小的洞呢，就花费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还挖得不够深。后来花种下去下面的根有一大半是在地面上的，弄得自己满头大汗，腰酸背痛的，事情还没有做好。后来呢，我们就决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这件事情了。人家花了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把一排花种得漂漂亮亮的，而且只收了100块美金。如果花一点钱就能把时间留给更重要的人和事情，那我觉得呢，这笔钱花得很值得的。例如说，请专业人士协助报税啦，外包你不擅长或者是重复性的工作，还有请人打扫家里等等。我的观念是钱可以再赚，但是时间一过去呢，就永远买不回来了。第5个60岁之前很值得花的钱呢，就是花钱做慈善。我个人觉得有能力分享或者有能力帮助别人这真的是一种幸福。我记得曾经有人告诉过我，如果你觉得照顾病人很辛苦，忍不住要抱怨，那么就想想介于照顾和被照顾之间呢，你要选择的话呢，我想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照顾人的，而不是躺在病床上被照顾的病人。所以施比受有福。慈善不一定是大笔的捐款，哪怕是5块10块钱呢，量力而为，这就是一种爱心。那很多研究发现适度的捐款和助人的行为呢，不但能够改变他人的生活，也能够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和人生满足感。这5件事情是我认为钱花出去又没有后悔过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不管是60岁之前或是60岁之后，这些事情我做的话呢，都不会后悔的。如果把钱花在陪伴家人，你收获的呢是亲情；花在学习呢，你收获的是能力；花在旅行的话呢，你收获的是眼界；花在买时间，你收获的是自由。那花在慈善上面呢，你收获的是生命的意义。这5个地方或许不能让你的银行存款增加的最快，但却可以让你到了60岁、70岁甚至于80岁的时候呢，回头看看自己的人生，少一些遗憾，多一些感恩。欢迎观众们分享你们觉得值得花钱的地方。谢谢你的收看，请点赞、收藏、开启小铃铛和转发给朋友们。我们下个影片见。